民进党政府非常怕老共统战，哦，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这个也是统战，那个是统战，哦，我记得早先的时候，就算两蒋的时候那么反共哈，我们也不太怕，他怕我们啦，他的外交官说碰到我们他就走了，什么国际活动我们参加就不参加了，他怕被我们统战了，哪有说这个共产怕这个民主怕共产的，对不对？包括我那时候讲说，我在立法院这个质询余国华开放老兵探亲，老兵到大陆去，99%都回台湾了。他在台湾什么都没有，住在那个荣家孤苦伶仃，一个人拿没点钱，他到大陆他也回来。这个生活方式，这个环境他喜欢，也适应的嘛。怕现在怕的要死，连个游泳都怕，游泳都全部脱光光，只穿个游泳裤，他也怕。哦，他是会怎样统战啊？说呢不得了。说哦，这个他们哦会跑到我们的水域来，而且有很多船也在照相。这也不是第1年半，你那个水域有什么了不起啊？要拍也早就给你拍了，还今年才拍。他要真的要拍你的水域，他以前不会拍，这什么个理由嘛？你要找理由，你也找一个比较像样的理由，找这个阿里不达的什么理由？哦，一戳就破了哈。陆委会说，本来这个游泳就是统战，而且是海峡论坛的一部分。哦，海峡论坛嘴巴讲现在是游哦，所以呢要很小心，而且会进到我们限制水域，禁止跟限制水，就我刚刚讲的，你的禁止限制水是怎样啊？是什么了不起啊？人家第一次来啊，以前没来过啊，哦，已经办了那么多年了哦。那金门县政府呢就很尴尬，就说收到正式公文再处理。本来哦根本不会发公文给他的，就告诉你金门不要办，你不要办，你把它弄大，哎呀，因为选省很生气啊，他们已经游个泳7000公尺，2个人并不短呢，哦，在海里面7000公尺，那对不对？要我去游，我当然还游不到哈，我是没游过了。那个不知道，很累。我们对游泳池游，我们本来跑到海里去游。那个很多选手准备了好几个月，他不是他要是像很多跑马拉松运动，他要练习，要准备啊等等哈，所以呢，突然就说，要不然你早点跟人家讲嘛。突然说，而且还没有公文哦，只是私下的这样讲而已。那现在金门县政府，你给我公文啊，免得人家说是我金门县政府办啊，公文来啊，哦，所以呢就喘咖哦，所以呢这样的话是不是影响到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因为那是统战的，什么都是统战呢、大陆观光客来是统战呢、对不对？你去大陆玩，人家也是统战你啊，学术交流也是统战呢、你学生去他统战你，他学生来他也统战你，那通通是统战啊、哦！我就想了，他当然在搞统战，他有个统战部了。对老共来讲，统战是好名词，是统一联合战线哦。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因为怕被统战，那如果你觉得他统战，你统战他有什么了不起？统战他有很困难吗？不能把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制度、经济的发展到大陆去宣扬吗？让他们看吗？哦，怕什么呢？哦。那另外呢，这个网络上有说，哦不得了了，金门被插红旗了，就海巡署是国军训练用的红旗，我们现在草木皆兵，哇，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哈，好吧？那另外呢，山东舰第一次到香港开放民众登舰啊，这几分钟内就超过，他有1万个名额2万，几分钟全部登记观光，大家想去看看哦。我在纽约外海是有纽约港口有去上他的这个航空母舰去参观哦。那这个山东舰那是已经退休的舰，这还在服役的舰哈，上面还停飞机有没有哦？还给他看哈。那所以呢，他这个编队哦，他除了山东还旁边有编队哈。那另外呢，他的官兵排了一个国安家好，用人排的哦，国安家好排在这里啊，所以。这个飞机也给你看，所以香港人呢很高兴，飞机排在这边给你看，这边拼的国安家好，给你参观哈，我们看一下。每年金夏泳渡活动都吸引两岸众多好手，但如今这项体育交流就被陆委会定调统战活动。我不会称它是单纯的运动，本来它就是属于这个厦门市政府啊，甚至福建省，它对金门统战的一个活动啊，认定金夏泳渡统战意味浓厚，因此陆委会近期就向金门县府沟通，希望726的这场活动，其中从厦门游到金门的泳渡项目要取消，至于海上长泳项目则可以保留。都是个案在看。那现在我们的考虑是哈，从去年大家记得哈，就是去年的这个金门355渔船
反腐事件，双方签署那个协议纪要之后，中国的海警还是不断的侵扰金门的水域。然而，这项突如其来通知也让地方政府手足无措。一切还是等陆委会的正式公文通知我们才做处置哈。那海上潮的部分，我们会照常举行。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很单纯的去进行这些相关的这些体育活动。年初就已经报的活动，突然在3个礼拜前取消，很多住宿、赛程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再思考一下。我们还在审查，厦门开始，然后从厦门游过来，等于是要游过我方的，进入到我方的禁限制水域，而且不只是选手个人，还有很多的拍摄船，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呢，我们会比较谨慎的处理。无法体育归体育，两岸间的政治角力，地方政府被夹在风暴中心。就攻占我们。太紧。这个实在是就完全是为了配合今年这个大罢免的整个的气氛，就是所有的这些交流的事项都是带有统战意味，而且呢，要把这个金门呢抹成是一个统战最前线所有的交流呢，它都要切断，否则的话，去年也举行了然后罗文嘉也去了，为什么去年没有问题，今年有问题？那是不是所有的今年呢，大陆这边呢游到台湾来的，哇，都是什么特战队的吗？就登了岸之后就不走了吗？这实在是个大笑话因为你要讲到统战的话呢，金门跟厦门从这个迁到这个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来，两边本来就是个互相统战的单位啊。我们这边金门这边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陆那边呢有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而且呢，我们这边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金门这边，它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它有点拉惨还有呢，厦门的还打电话你们骑一下因为他们来这边玩呢，他们都很想要这边拍照。以前那个望远镜就是可以看到的那个有关于网传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拉惨希望补一下。后来经防部是否认啦，但是呢，金门县政府就说的确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就有拉惨，那他们就有补。那大陆的这边的民众呢，也非常的喜欢到他们那个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大陆的这边也来拍照，台湾人去玩也会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反正要怎么样诠释都是由这个陆委会。可是呢，你真的就是禁止了这场活动的话呢，我觉得是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件很丢人、没有面子的事情我们怎么这么怕对方统战？而且正是因为呢两边的形势紧张，所以才应该让最前线的金马这边平和的这个交流。至于山东舰到香港这个部分呢，它是有特别意义的我们这边呢有那种解释说这个山东号去这个秀肌肉然后还要展现给这个美国看，这个都是没有，这个是一个没有历史感高度的一个诠释我们要知道香港作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然后签了南京条约，割让给这个英国，然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呢的时候呢，九龙半岛就永久租界。那后来呢，又因为马关条约，还有相关的就是俄罗斯之间的这些问题那英国呢又在扩张的到租界这个新界。所以说呢，中国大陆所建构起来的那个论述，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这种百年复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强起来了，中国人大起来了，站起来了。他是要去洗刷在那个帝国主义时期的时候，因为清朝的积弱，所以说的领土呢被迫的被割让然后被迫的被永久租界，然后在今年的时候的反法西对中国来讲，它大规模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然后反法西斯战争，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他在2017年的时候，香港回归20年的时候，香港回归中国20年的时候，辽宁舰就到了香港去。那个时候呢，它就是有特殊意涵的，因为回归20年，然后呢，作为辽宁舰呢，作为中国的第一艘的这个航空母舰到辽宁去，到那个香港去，它在大陆也没有这样展出然后也没有这样子供大家来去参观。然后今年呢，抗战胜利
80周年哈，反法西斯战争80周年哈，所以呢，山东号呢是作为中国大陆的第一艘的自制航母。我们知道辽宁号是从乌克兰的旧舰改的嘛，所以呢，它到了香港去的时候呢，它的有很大的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人强起来站起来，我们回来了哈，就是回到过去，因为呢积弱哈。西方呢船坚炮利，然后现在呢中国人可以站起来，而这个国安家好的意思呢，我觉得它有更深的意味，是因为在反送中在香港反送中的运动之后，大陆通过了国安法，国安法呢对香港的实施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呢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只有国家好啊，然后香港好，然后整体才会好。所以他那个国安家好的意思呢，还是在诉求香港的民众的啦哈。过去呢，在中美关系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美国的航空母舰它也是会到香港那边去停靠的啊。它最近一次的停靠呢是2018年的时候，那雷根号以及它的舰队群呢就停靠在香港。后来2019年的时候呢，因为香港的反送中，然后呢，美国呢就通过了有关于香港人民与民主的权利的法案之后呢，就再也中国政界再也没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上面呢，中国大陆的这样的安排呢，它其实是有特殊用意的，不但是给香港的民众看，也要给这个世界的民众看，就是说中国的现在的强起来，是我们已经摆脱了过去的积弱了。就是啦，对，洗刷殖民地的耻辱啦，不平等条约的耻辱啦。那基本上哈，我特别还关心那个游泳了哈。哎呀，我是觉得你如果怕这个今夏游泳是做统战，民进党政府可以办一个台湾海峡游泳，怎样？台湾海峡游泳，我刚刚查了一下，南寮到平潭126公里。哦，那还好，可以用接力嘛，160就很长，也可以接力啊。他们这也是7000公尺2个人接力啊。我刚查了一下，英国最长的一个 Ross 哈，绕着英国游哈有2000多公里，它可以不间断游510公里。所以你现在海峡最短的126公里，几个人游就好了。你统战它，对不对？你觉得金门是被统战了，台湾统战它，来游这个。我告诉你，游泳总比打飞弹好吧？是。你现在天天想说挖人，挖人上来，飞弹打你啊，100多公里，飞弹短程就可以打。游泳总是比打飞弹好吧？游泳总比射火箭好吧？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两岸要和平嘛。你现在是怎样打仗才好？是不是？游泳都不行，游泳都是统战，莫名其妙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总统在讲国防的时候呢，特别突然抛出来，军人搭机除了他优先这个 check in， 然后有商务舱的话给他升等。民众党说你不是慷他人之慨吗？赖现在很喜欢做这个事情，自己答应了，然后你出钱，这个什么地方补助这个补助，叫做地方自己出钱那另外呢，这个航空公司不敢讲话，民不与官斗，斗也斗不过就被你交通部卡住什么。但是工会要讲话了，因为航空公司赚不赚钱，牵涉到工会工人的奖金嘛，赔钱有什么奖金呢？没有嘛，所以呢，工会就反对了，所以你是成本转嫁给企业，他本来商务舱是要卖票的，商务舱多贵啊！今天大概一个地方，如果说经济舱3-5万，商务舱都15到20万，贵很多。以前商务舱是比经常贵1倍，现在都贵4倍以上啊！那这个，所以呢，而且就算是我有空位，我都让给什么卡，什么翡翠卡，什么乱七八糟很奇怪，金卡都不行的，要什么很昂贵的卡，或是你有那个里程，因为你搭了很多次有里程，然后他以这个给你优先，都是升不到的啦，那个要升都很困难而且都很早几个月以前就要安排了那所以呢，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会不会变成口惠而实不至，根本享受不到？那还有人家问说，那如果3个军人刚好同样搭一班飞机，是先到先赢的，还是官大先赢呢？到底是怎样的？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这讲真的西餐都是，比如说我要拿盐，我就拜托你靠近你，请你把盐给我，胡椒给我嘛。那有一个将军带着几个那个随从到海外去受训等等，吃饭的时候将军
那个将军做的比较靠颜嘛，人家军官就说将军是不是能把盐给我？你什么东西啊？你命令我把盐给你，你什么东西啊？你还给我了，我给你，就早先所以还是什么玩？不是早先，现在还是这样。还是关键优先的，还是关键优先确定。那是很多年以前的，现在我不敢讲了哈，因为那时候很少出国的机会嘛哈，所以根本搞不清楚啊。所以呢，到底是官大优先，还是说小兵回来让这个大官先去哈？所以这很多问题嘛。所以很多人讲，你还不如说高铁有那个商务舱，让他升高铁，那还比较确实，还比较有用嘛哈，还比较有用哈。那所以呢，民众党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只讲福利啊，哦，你还要想这个核心是什么？军人要受到重视，而且你要对军人好哈。他现在是拍现役军人的马屁，对现役军人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啊，还是怕他怎样啊？退役军人他就什么米虫就乱砍人家，砍都是砍退役军人嘛，退役了对我没用了哦，我就砍你。现役，但是现役会看那个退役以后的情况嘛，你怎么对退役军人是很重要的嘛，哦。那另外呢，他现在要卓荣泰就讲说，哦不，我们用餐要给折扣哈，餐饮业也反弹了。这搞什么？讲真的啊，我已经好几个餐饮业的老板朋友告诉我，经济部已经一个个去联络了，叫他们给优惠。9月2号到9月4号，因为9月3号是军人节，餐厅说我要这个给军人优待，我自己不会。你来告诉我，就没有什么意思。你做好人，我买单。如果我要优惠，我自己优惠是我做，我给你优惠。现在变成你叫我优惠，我干嘛优惠呢？经济部已经开始在联络这些餐厅哈，比较还不错的有名的餐厅在联络了。我刚刚已经接了3个，那个人家餐厅告诉我的哈。所以网络就说全民做功德的时代来了啊，大家做功，原来只要劳工做功德，现在全民做功德哈。那另外呢，蓝白说呢要给一个人1万，白是要给6000的，蓝要给1万。国防部说呢要编这个1500亿应付灰色的冲突有必要的哈，所以呢，国防部就是我要争取1151亿，要强化国土安全韧性。为什么？因为税收超收，大家都想要这个钱呐啊。吴思瑶就你看蓝白就伤我们国防预算啊。那尽管呢，吕秀莲说呢，绿营是不是过度用抗中来回避问题？哦，而且民主国家不该永远一党独大啊，独大了以后呢就会腐败啊。而且你永远用抗中，你其他都可以不必管，只要抗中就好嘛，只要抗中哦，然后呢我都赢了哦，所以呢我什么贪污也好，腐化也好，什么都不重要了，我抗中就好了。那帽子一打开来，选举我根本不在乎嘛，就变成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也预计在93军人节对国军甚至他的同伴家属做相当多的礼遇跟打折。卓院长才在院会裁示扩大办理进军优惠，马上就有餐饮业者收到函文，要给用餐优惠，且不能只送料理，是要给金额折扣，让业者不满批评，讨好特定族群，大家都吃不消。你总是不能每次政府那个请客，然后要百姓买单嘛，5%企业界支持，然后经济部你也支持个5%嘛。那在这个情况下，都各谋其利啊。收到函文的不只有餐饮业者，也有大卖场业者收到经济部的来电询问，是否过去有给过军人相关优惠，还是尊重企业的他的一些需求哈。那当然，如果大家共同愿意这么做的话，那当然对于国军绝对是一大鼓励。如果蓝白要普发现金，就会大量的剥夺了、排挤了这4100亿的运用，作为就罢免的一个收买人心的政策买票而已。但据了解，主动给军职优惠的国家是民间自发性，而非政府下令。至于经济部说目前没有回应，只是这次优惠方案都还没确定，赖政府就带头喊话，也难怪有业者心里不是滋味。来，你好。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美国对于这个退伍军人相关的福利是行之有年。看那个卖场前面有新的，就是有这个停车位是专门给退伍军人，然后有很多福利。可是这个福利是要配套的，甚至你应该编列预算，不要去影响这个商业的运作，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共产国家嘛，所以你要请大家不要做功德，编列预算，我觉得全民都会买单，而且提高军人的光荣感，这是大家很乐意的。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蓝白在这个立法院推军人加薪法案，他们不要。
他说不要啦，不要让他们每一天这个便当吃比较好，或生活过品质比较好。我要给你爱马仕的这个名牌包。可是没有每一个人每天在出国要商务舱啊，他们希望是每一天的生活品质是提高的，他可以照顾他的家庭，这才是应该做的事情嘛。所以刚才赵大哥也提到很多，包括你如果是这个航空公司的会员，那到底是会员优先还是军人优先？很多飞机的商务舱到现在用点数换都换不到，为什么？因为很抢嘛。那你到底你剩下的就2、3个商务舱，那到底是会员先还是军人先？好，那刚才讲说军阶全部都是军人，搞不好这一梯一起大家20几个人出去，光商务舱整体就没有20几个位置的，那是谁要优先坐？那其他人坐豪金舱吗？还是坐经济舱的前面？很复杂，他完全没有配套，他就把它丢出来。那他全部都在黑蓝白。他说：“哎呀，反正你们都砍国防预算，你们都不给军人光荣感。”不是啊，现在的国防部的这个国防预算是史上新高，而且砍掉的1.06%是历年来最少，所以现在的国防预算是最高，军人的福利是最佳，都是蓝白做的嘛。那到底你在搞什么商务舱？好，第二个呢，这个共产的想法我觉得很奇怪。最近不是要普发1000元吗？2300亿，因为你超征我们人民5200亿嘛。那发的时候，卓荣泰竟然讲出，各位民众，因为你们用现金要怎么用，用途不一样，我觉得比较有效率，要聚沙成塔，是要给我们做这个1500亿的什么什么什么。你管人家怎么用？那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你管到大家用现金的做法了。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个政府真的很无聊。因为上一段我们在讲说他在管大家游泳，去年的7月21号。不是你海基会的秘书长罗文嘉跑到金门去参加金厦泳渡，讲说两岸这么短，为什么和平这么远？那不是你讲的吗？怎么去年不是统战，今年变成统战？然后去年的预算你也没有喊说比较少，今年史上新高的国防预算，你讲说大家要卖台，我觉得这些逻辑都是不通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大家真的关心的不是什么游泳要删掉啦，什么商务舱，大家真的关心。接下来我们台币已经升值了。我们已经采购美国很多的商品了，我们都把台积电送出去了。如果像中经院现在预估的15%到20%的关税，那接下来如果这个汇率要往上升，那真的中小企业扛不住的。所以我刚才在跟我们广告的时候在讨论，我们现在去健身房旁边的民众，通通在讨论自己的美元资产，不管退休，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家很关心汇率跟这些产业的发展的，所以真的赖政府做实事，不要再喊口号。休息一下再回来。